大家好，我是小玄子。上集咱们说到 Pi Network 首页更新的消息，没想到啊，昨天又来了一波更新。小玄子可以大声宣布一句，这次8-9不离10，开放网络真的快来了。注意，不是主网，而是开放网络。你可能会问，小玄子，主网和开放网络不是一回事吗？别搞混啦，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两者的差异，让你听明白、想清楚，还能顺便抓住这次数位革命的末班车。今天有3大主题，首先呢，是 Pi Network 的最新进展，再来会带大家深入探讨 Pi Network 和 Swap 的竞争开战，未来数位货币之争究竟鹿死谁手？今天就来好好说说。最后还有一个压轴环节，小玄子要给你科普主网和开放网络的区别，保证你看完后一清二楚，不再搞混。首先，目前 Pi Network 已经成功触达超过1800万名 KYC 先驱者，其中超过800万人的派币已顺利迁移到主网。更厉害的是，在最近的一次升级中，我们的 KYC 和主网迁移速度再创新高，仅仅在最后一天，就有接近20万名先锋成功迁移。按照这样的速度，咱们有望在2025年第一季度超越1000万主网迁移用户的门槛，进一步解锁开放网络的条件。而且官方也说了，会在2025年第一季度开放网络 Open Network， 也让更多先驱能够一起参与这场数位革命。Pi Network 的核心团队始终坚持一个目标，就是让更多人能够参与，所以 KYC 认证截止日再次延长到1月底。大家要知道，当一个项目只有几百人时，可以把它视为诈骗；当人数破千时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传直销。但是当人数破1000万人时，这就是一场革命行动。既然是场革命，要成功，人数是最重要的。而且若是在第一季度，刚好是在川普上任后的时间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环。为什么很重要？让小玄子来帮你拆解一下。川普曾在过去对传统金融体系有一定批评，并且强调去中心化与自由市场的重要性，所以他再次上任后，将推行更多支持区块链与数位货币的政策。Pi Network 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项目，可能搭上政策的顺风车，加速全球推广。而且2024到2025年的全球经济，可能依然受到地缘政治与货币政策的影响，这将推高对数位货币的需求。Pi Network 作为一个去中心化、可普及的货币系统，将能吸引新兴市场的注意，特别是那些对抗通膨与汇率波动的国家。而当川普采取更有利于数位经济的政策时， Pi Network 需要庞大的用户基数来支持其生态建设，这正是 KYC 延长与人数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。人数越多， Pi Network 的生态价值就越高，进一步吸引更多人参与到这场数位革命中来。但是同时，一定也会面临竞争对手的出现。随着 Pi Network 进入主网阶段，与 Swap Ripple 在全球市场上的潜在竞争无法避免，但其实两者的定位有所不同，各有优势。像 Swap 作为一种针对银行和企业跨境支付的基础设施，早已与数百家金融机构合作，并在技术与流动性上十分成熟。但这也意味着它的目标受众更多是大型机构，而非普通用户。而 Pi Network 专注于普惠金融，其核心价值是让全球普通人都能参与到数位货币的生态中来，特别是那些在传统金融体系中被忽视的新兴市场。Pi 的低门槛挖矿模式与庞大的用户社群，让它拥有极强的去中心化属性。Pi Network 与 Swap 的定位虽然有一定重叠，但更多是形成互补关系。Swap 适合银行间的快速交易，而 Pi Network 更适合普罗大众的日常使用场景。如果 Pi 能快速拓展其生态应用，例如支付、商家合作等，Pi 甚至可以在部分市场与 Swap 平分秋色，甚至建立属于自己的蓝海市场。所以小玄子才会建议各位，可以的话还是两种币都持有是最好的。但是小玄子认为，未来真正决定 Pi Network 和 Swap 成败的关键在于去中心化。Swap 虽然技术成熟，但其中心化属性一直备受争议。Swap 的大部分代币由 Ripple 公司掌控，运营模式也偏向企业导向，让部分用户对其去中心化的承诺产生怀疑。而 Pi Network 则从一开始就强调社区的参与和公平性，用户是生态的真正建设者，这样的理念更符合区块链技术的初衷，也能吸引更多普通人参与其中。但是开放网络后，Pi 的成功与否，也取决于如何应对潜在的风险与挑战。像是主网开放后， Pi Network 的交易速度、成本、稳定性都将受到全球市场的检验。如果技术跟不上庞大的用户需求，可能会削弱用户信心。还有目前，全球对数位货币的监管日益加强，特别是在美国，数位货币经常面临法律不确定性。如果 Pi Network 无法快速适应不同国家的监管要求，可能会影响它的国际化进程。而 Swap 等项目已经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定地位，后期的 Pi Network 如何建立差异化优势，抢占更多市场，将是决定其未来成败的关键。
接下来呢，小玄子来说明一下主网 mainnet 和开放网络 Open Network 是什么。这些词对于熟悉区块链的观众来说可能不陌生，但对于一般观众，特别是刚接触数位货币的新人来说，他们可能是一团迷雾。科普这些概念能帮助观众更清楚 Pi Network 的发展阶段和目标。主网是区块链项目的正式网路，也可以理解为一个项目从测试阶段 testnet 过渡到实际运行的阶段，这是整个区块链项目的核心基础，主要包含以下特征：一、正式启动阶段，主网是项目正式开始运行的标志，代表 Pi Network 的基础架构已经搭建完成，所有技术测试已结束，进入全面实施阶段。主网的开启意味着项目不再只是概念或测试，而是真正进入现实应用。二、用户正式拥有派币，在测试阶段 testnet 用户所挖到的派币只是记录在测试网上的模拟资产，一旦主网上线，派币将被真正分配到用户的钱包地址上，成为拥有价值的数位资产，可以用于生态内部交易或保值。三、功能渐进开放，主网启动后，功能将逐步扩展，例如派币的交易功能可能受到一定限制，仅在内部生态内流通。开放范围以保障系统稳定性为优先，对外交易等功能通常要等到下一阶段。四、数据上链，主网上线后，用户的交易记录和资产将正式记录在 Pi Network 的区块链中，具有不可篡改、可追溯的特性，这是数位货币生态的基石。简单比喻，主网就像是一座刚刚建好的城市，而基础设施像道路、水电等已经搭建完成，居民用户可以搬进来，但功能可能还不全面，比如商场还在建，部分设施暂未启用等等。接下来就是开放网络 Open Network 的介绍。开放网络是主网的下一个阶段，标志着区块链项目生态的全面成熟。与对外开放 Pi Network 将从内部运营转向全球生态化的阶段。这一阶段主要具备以下特点：一、自由交易与去中心化。在开放网络阶段，用户将可以自由地进行派币的交易，无需依赖 Pi Network 的内部系统。换句话说，派币将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被接纳，用户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交易，而不受限制。二、应用生态全面启动。开放网络阶段 ，Pi Network 的生态应用如支付、购物、金融服务等将进入全面运营。这意味着更多开发者可以在 Pi Network 的基础上开发应用程式，比如建立支持派币支付的线上商店，或是创建基于派币的金融服务，例如贷款或理财工具，还有发展与派币相关的创新技术或产品。三、连接外部世界。开放网络的本质是与外部系统的全面连接，届时派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中进行自由交易。Pi Network 将成为全球数位货币生态的一部分，而不再局限于内部网络。四、去中心化生态运行。随着开放网络阶段的实现 ，Pi Network 的治理权不再由单一团队掌控，而是实现真正的去中心化。所有用户都可以参与生态治理，例如通过投票参与网络的重大决策。简单比喻，开放网络就像是一座城市完全建成并全面对外开放，所有的设施、商场、餐厅、银行等都已运营，外地人、其他用户和外部生态也可以来这座城市进行自由交易和合作。以上，别忘了你的派币需要 KYC 后才会安全的迁移到主网。还没完成的先锋们，现在就是最佳时机行动了。而目前已经有80多个主网应用程式准备就绪，并将通过派浏览器上线。这些应用程式不仅增加了派的实用性，也让生态更加繁荣。一旦开放网络启动，你将能在这些应用程式中体验到真正的数位经济价值。派币在手，未来我有。大家记得一定要去申请交易所，连结在下方都有。如果你对今天的进展感到兴奋，记得帮我点赞，分享这个好消息，让更多派友一起参与这场数位革命。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咱们下集见。